好，拜登卸任前是不是要赶快干一个大事情啊？就是以离停火了，是不是要在他卸任之前赶快替自己啊加一点这个好像任内做一个有价值的大事情啊？那这样停火的协议从当地时间24号的凌晨4点开始正式生效，以色列将从这个海陆空来对这个黎巴嫩停止任何的军事行动。那以军也将在60天之内自黎巴嫩的南部撤军，以离边界两侧的平民也都可以返回家园所以今天看到非常多的外媒报道，看到黎巴嫩非常的开心啊，黎巴嫩的民众就觉得说啊，终于可以回到原本的生活了。那但是对比一下，那加萨呢？加萨民众看到这个消息却是一种失落感，就说我们被抛弃了。就是当这个黎巴嫩的停火已经迎来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篇章的时候，我们还在战火当中所以他说这也代表真主长不再声援哈马斯的重要势力，以军可能可以更专心深入的打击加萨了嘛。加萨当地一名这个5个子女的父亲呢，他就讲说，这代表加萨就是个孤儿，得不到这不公义世界的支持跟怜悯。那这以离停火是拜登的功劳吗？川普团队不这么认为啊，他说是因为川普才让各方回到了谈判桌之前但是他意思就是说拜登收割走了，因为川普本来就主张说有一些战争要赶快停止了嘛，所以看起来川普团队也不以为然。那但是呢，这是不是也代表着川普在卸任之前还要跟拜登不断的角力抢攻那再来这个还有一些美国的媒体要放话，好像要把川普接下来想要把俄乌战停下来这个动作呢，塑造成说他其实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外媒的报道，他说这个俄罗斯的和平计划可以从川普新任命的官员看出来，这明显是导向克攻啊。那泽伦斯基还公开表示非常期待川普的和平计划，但是外媒讲说这个和平计划你不要以为是怎么样的和平就是要你这个割让领土啦。他说你看这是把乌克兰分成了3块，还有这样的一个地图准备让这个分裂后的乌克兰保持亲俄的立场所以就是开始有一些这样的角力，这是不是也是来自于拜登的势力要放出来，就不让你川普能够顺利的停战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任的川普任命的官员叫做克洛格，他这是退役中将他克洛格将要出任川普2.0的俄乌特使。那曾经他也建议乌克兰不上谈判桌就要断援助所以现在目前他也告知了俄方必须要参与谈判，那否则呢将会协助乌克兰在战场上歼灭你们。那这样的一个方案呢，乌克兰的前外交部长库列巴，这个我们大家都之前常听到他名字，他的讲法是，他说其实普京对和平是没有兴趣的，川普也很难带来和平他是本来好像比较站在偏拜登的这一块说了这一番话那我们来看看像目前普京的新弹道飞弹根据路透社引述美国的一些消息相关的消息，他们说普京近日的好战言论有升高的趋势那不过呢，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的长程飞弹深入攻击俄罗斯领土，并没有导致这个核武攻击风险升高，所以俄罗斯是不可能发动核武战争的。真的吗？我们看到其他消息好像并非如此而且拜登现在还要求乌克兰的征兵年龄要持续下降到18岁要有更多的兵来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所以美国是不是有不同的话一直在对乌克兰说呢？就是来自拜登的政府跟来自川普政府是不同立场，是相抵触的那再来经济学人提到了，他说现在这场俄乌战争乌军死伤恐怕已经是破50万人了，乌克兰甚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他们现在已经不知道该相信川普还是该相信拜登但是他们渴望的是和平，而不是战胜俄罗斯。根据半岛电视台他们的一个专访他们的参谋总长还有前参谋总长参谋部的前参谋总长
他们讲说，已经预判到了，接下来可能呢，美国会停止所有的援助，那把武器跟财政资助收回那一刻，就是乌克兰自己要去面对接下来下一步怎么走。那乌克兰民众怎么选择哦？那到底该怎么打呢？你看这个乌克兰现在很头痛，因为他们现在手上拿到的一批这种120毫米的炮弹哦，最近发现都有问题。这场战争真的是难以继续下去，但是拜登不肯停嘛？那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怎么看？这个以色列现在是跟黎巴嫩停火啊，黎巴嫩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它是进入等于说侵略另外一个国家，明目张胆的侵略。那所以它这个在国际法在任何上面都站不住脚的，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个黎巴嫩的政府军不是加萨走廊里面的这些哈马斯，他们的战斗能力很强，所以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的战局里面并没有获得很大的这个突破。另外一方面呢，自己的伤亡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以色列尤其内塔尼亚胡决定暂时停火的一个原因。那么他也只能削弱就是说在这个黎巴嫩南部里面真主党的一些据点嘛。那他只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他也部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基本上他就停战了这个说实话，以色列如果不愿意停战的话，是不可能停战的。那这跟美国或者说谁要在中间这个调停我觉得关系很小，主要原因还是以色列自己觉得这场战争打下去没有意义。不过他也是短暂的60天停火啦。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不管是川普或者拜登，也不必争是谁的功劳了，这不是他们功劳，这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自己虚衡整个国内外形势，还有这个战场的这个状况他决定停火60天，不是永远的。那不过美国的角色呢，在中东角色不要忘记1个礼拜前，美国又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又投下一次反对票。对，反对哪里呢？又是反对停火，这是明明白白的要停火。国际社会都要以色列在加萨走廊停火，结果呢，美国居然出来反对，那这个就非常奇怪了。美国为什么要支援另一场？这一场才是真正杀戮战场的，而且都杀的是平民、妇女、百姓的，而且儿童的这场战争，美国还拒绝让它停止。所以这笔账为什么拜登跟川普不来争呢？那很清楚，就是拜登政府干的嘛，已经4张反对票了，所以呢。这明明白白的就是等于说在纵容或者甚至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萨走廊的种族灭绝的一个残忍的暴行，而且更讽刺的是，内塔尼亚胡已经被国际刑事法庭正式通缉了，他是一个通缉犯，你还要去支持那个通缉犯？我不晓得川普政府知不知道拜登政府知不知道，美国常常在国际上教人家什么叫人权，教人家什么叫民主，教人家什么是法治。我不晓得他还有什么立场在世界上在那边以教师也自居了。那另外的话，这个俄乌战争，我觉得这都是最后还有2个月，最后的一挣扎了。对于这个不是普丁，而是这个乌克兰，最后2个月的挣扎。那现在我觉得。这个川普走的路子也算是蛮稳的，虽然拜登想要在最后给川普一些小鞋穿，把这个局势闹大，看起来俄罗斯也没有上当，所以他又自己跑出来说：“哎呀，像看起来不会打核子大战。”那过去1个礼拜到10天，谁天天在讲要打核子大战呢？都是西方的媒体包括这个泽伦斯基的政府那现在又说不会打核子大战。我觉得这个都是最后的怎么讲呢？一些垂死的挣扎吧。等川普上来以后，我觉得就会照他新任命的这个所以俄乌特使这位先生是退役的中将凯洛格，他基本上就是说他会用他说你乌克兰不听话，我就不给你武器了。那你如果俄罗斯不愿意就范，我就给乌克兰的武器。对，所以呢，他都抓到两边的这个要害了。我觉得他成功几率蛮大的。好，来请教将军。我想说最后一个，我们的标题最后一个，这要两栋迫击，它应该是迫击炮，为什么会失效了？这明显虽然说是一则小新闻，但是代表了说是
美国跟北约国家是在清库存，把自己不要的炮弹放到这边来。那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说这种火炮其实炮弹来讲的话，其实你必须要储存在这个规定的场所里面才能够让它保持效果。那这种炮是为什么会失效？其实这失效非常危险，因为炮大家如果说看到影片的话，可以有印象，就是那个迫击炮放进炮管的话，下面有一圈一圈白白的，那个叫发射的药包，那个药包是不是密封的？是固定的，是透空的。那如果说一旦遭受到水汽、下雨或干嘛的话，那战场上面已经用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它如果遭受到水汽来讲，就像我们放大龙炮一样，那个火炮如果说是有水汽的话，你就放不远，声音就不够响嘛。那不够响的结果呢，是你本来要打3000公尺远了，结果你打到2000公尺，打到2000公尺你就打到自己人，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它必须要收回。但是也代表说，美国提供这些炮弹武器来讲的话，对军火商来讲的话，是在一种清库存的动作，然后把乌克兰这些，你是不是真心要帮助人家打仗？你现在可见的第二个，就代表说，他们连这种要冷冻最简单的炮弹都供应来不及，那你更不要讲说高阶的武器。那有关于乌克兰会被瓜分成3块，我觉得这是免不了的啦。只是说这3块的位置，我个人觉得说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纯粹就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其中西边那边来讲的话，当然在历史上面，这边包括立陶宛、波兰，他们之间以前都曾经占有过这块土地，那大家可以去商量。所以它是协议地点，到底这块土地要给波兰，还是给立陶宛，还是给塞尔维亚或者是匈牙利，我们大家再商量。那中间这块缓冲区，其实我觉得美国跟这个普京来讲，他们都有共识，中间这块要建缓冲区。那普京现在说法是这块是俄军要控领的。那这个川普的说法是什么？川普说，这块当做缓冲区，可是来讲的话，我美军不进入，你北约自己派人来进入，所以可见这确实是一个缓冲区。大概列强的瓜分，把乌克兰瓜分已经确定了。那最右边这一块，我觉得它面积可能不止这边。因为如果就军事角度的观念来看的话，我要划分为停战的话，我一定要先占领有利的地形。我举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以色列，他现在硬要占领戈兰高地，戈兰高地不是他的土地啊，他为什么硬要占领？因为那边是战略要点。他如果那边被这个叙利亚或者黎巴嫩占领来讲，对他国土随时可以形成威胁，所以他一定要控领住戈兰高地。那我在讲说，南韩跟北韩为什么现在可以有38度线？那是因为上甘岭被北韩占领到。那个地方是战略要点，他可以随时打首尔，所以那时候他占领了这个地方。如果说他没有占领上甘岭的话，他可能向后退。所以说是乌克兰来讲的话，普京的目的他一定要找一个天险，那天险我认为是涅伯河，所以说这块黑色地方我觉得可能会划到涅伯河，所以应该是这样子。对，我觉得他会要到就这样的话，他才以后来讲，他才有一个这种军事上面可以固守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障碍，可以固守它的安全。好，来请教杨老师。欧洲的领土变化在过去200多年其实2种方式，一种叫做欧洲协调，也就是大国协调。这个特别在19世纪上半，梅特涅在做奥匈帝国的首相的时候，因为大国之间来决定这个欧洲的版图如何的稳定、重划或者是改变。那另外一种方式呢，那就是战争。战争之后重新划定、改变欧洲的领土，真的，虽然西方不断的在攻击这个俄罗斯，说你用军事武力攻打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可是你看在过去200年来东欧的领土变化，那真的是每20-30年就变化一次，而且尤其是乌克兰、波兰，因为它就处于大国之间的冲突的所在。现在我们正在看到历史又重新在发生，它怎么变化？是像这个媒体上面所说的变成3块论，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刻意的一个放话。但是呢，很清楚的，以现在战场的情势还有普丁他的坚持，以及看起来川普的倾向的态度，有2个东西，如果要停火的话，第一个，大概乌东的这一块的占领要被长期化，那它有可能就被俄罗斯占领，它有可能非军事化。你说美国不参与的北约军队进去占领，不可能。那北约来的不就是这个普丁最反对的吗？所以他很有可能某种程度的还是被俄罗斯，但是呢
名义上非军事化。第二个，乌克兰要这个不加入到北约至少20年。这两个东西问题关键在哪里？所以现在球就在泽伦斯基，泽伦斯基能不能接受？因为对泽伦斯基而言，战争打到现在就等于就是割地求和嘛。而且呢，他一直希望加入到西方、加入到北约的目标也都没了，而从头到尾来的都是北约的武器，用的北约的这些设施。到后来，川普一上来，停火停战，然后呢，釜底抽薪，所以到最后是乌克兰人你自己要面对，也许采取公投的方式，接不接受这样一个方案，乌东占领长期化或非军事化。然后呢，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你说不定还可以维持乌东以西的乌克兰的完整性。看出过去200年的俄罗斯整个就是欧洲的这个历史领土的变更真的不是太特殊。那至于大家说川普不喜欢战争，这真的川普不喜欢战争吗？他其实是不喜欢美国介入战争，也不喜欢美国长期的去援助战争。但是关键是他认为战争他掌控不住，他觉得有别的方式可以达成交易的效果更好。那可是呢，他另外一方面他重军事，所以不要认为他不喜欢战争，那是因为他掌控不住。他重军事，所以战争跟军事之间我觉得他会相互为用的所以特别将来回到了两岸问题上面，你不要这么相信说川普上来两岸就一定稳定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马斯克新官上任3把火。那他现在在12月5号的时候要跟共和党的议员来见面，来讨论关于一些这等于说联邦支出要怎么样来削减，因为他叫做这个效率部嘛。效率部新官上任，他还在这个 X 上面自己发了一个教父风格的照片那照片中呢，他还去问这个政府雇员说：“你这周做了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没做什么事情的话，可能裁员的大刀就要砍向你了。那再来这个马斯克，因为前几天不是有一个消息嘛，就是说他说 F-35就现在都已经是无人机时代了，他觉得 F-35是狗屎所以这一番话马上使得洛克希德马丁的股价应声下挫那但是呢，也有一个迷因股票因此上涨，就是无人机的制造商那因此飙涨了34%哇，它果然是点石成金那所以现在很多联邦官员、联邦里面工作的员工他们非常担心，就是变成马斯克网络上攻击的目标。他一句话就可以让股价，就是人家洛克希德马丁都这样应声下跌那更何况如果针对了他，就是如果是针对了某个单位、某些人，就说你们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的话，恐怕他们的生活将会永远被改变甚至会被人身威胁。因此他们现在都很害怕马斯克那马上就有人开始在哭手，就是来恶搞马斯克，就是科学家重塑亚当模样，现在直接这个人类的创始者亚当变成了马斯克的脸哇，这是不是代表说马斯克的影响力大到可以就是改变了这个人类那现在马斯克真的是可能川普很听他的，那川普又要在这个全世界搅动起这一趟接下来所有的贸易战、科技战种种的一些对立冲突那 FBI 也证实说，现在其实川普里面这个内阁团队的人都有受到很多的威胁，包含一些提名人或者被任命的，在最近都变成了一些炸弹威胁或是殴打事件的目标。那是不是也代表说，大家对于这个川普政府，有些人还是不服气，或者是有些人转为一种想要报复的念头？那川普现在的关税也搅乱了全球，现在连加拿大跟墨西哥都坐不住啦。
那杜鲁道讲说，我们加拿大必须要团结一致来对抗川普征收这个关税的威胁哦。那他们策略就是要把墨西哥给比下去。其实本来这个美加墨他们3个是联合在一块有一个贸易协定哦，但是现在是不是要变成双边协议，这样要开启双边协议，然后变成3国不再是有这样的一个3国贸易协定？墨西哥很气啊，就警告美国说，你不要拿这个朝自己的脚来开枪哦，你这样对我们科关税哦，恐怕会伤害到你自己哦。你现在目前美国将会有40万人失业的困境，你伤害的就是你自己的经济跟消费者。美国的媒体也讲说，其实现在这个关税威胁哦，等于是让加拿大跟墨西哥产生了对立的情况。那不止如此哦，其实它的关税战也冲击到亚洲，很多人就是在台湾，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好啊，去制裁中国大陆啊，去拉高它关税啊，殊不知我们台湾也在其中啊，我们台湾也上榜就是如果它要加征关税的对象，其实有6个来自亚洲哦。那你看前几名，墨西哥、中国大陆、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越南、台湾、印度、爱尔兰，所以我们台湾也在其中啊，大家不能高兴得太早哦。那看看，现在如果说针对中国大陆的话，它对华如果加征商品征收60%的税的话，恐怕会使得中国大陆的出口下降7%哦。但是对他自己有没有伤呢？我看到这个 CNN 他们的特派记者就讲说，如果他这样的关税提高的话，美国人每年可能要多花$2600哦。哇，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可观的，就是说他们自己也会伤到自己的消费能力。还有呢 ，iPhone 买起来的话，恐怕也要增加大概$256，换句话说就是8300台币。那他每年要花83000多花在关税上面，一般消费者每一个人哦，所以这真的是很伤。那库克当然坐不住了，你这样影响到我的 iPhone 销量，自伤苹果，所以库克赶紧去到中国大陆，今年第3度哦。那他到底这样的这个方式呢？他其实现在等于说好像是中美之间的桥梁，他跟川普的关系也非常的好。之前他就有这样当面跟川普来会面，然后制定一些策略，在川普1.0时代的时候就顺利通过了这个关税冲击哦。但他现在马上就去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然后他也讲说供应链不能没有中国大陆哦。但是不知道这一回他能不能再度影响到川普哦，因为他在川普胜选的时候，他立刻去拜码头，那希望他自己苹果能够躲过这一次的关税大战。那除此之外呢，因为华为 Mate 70哦，现在不是这个登场了吗？每天都有这个释放出部分的一些手机让大家抢购，看起来热度非常的高啊，所以纽约时报就在讲说，这会蚕食到苹果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呢，现在苹果也感受到浓浓的威胁哦。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看了这个马斯克啊，现在这么高调啊，这个很高兴自己要成为这个美国政府效率的一个提升人。那么我有点替他担心，我有点替他担心，我担心是他的人身安全。对，你知道在这个清朝的时候，最后这个闯王啊，李自成他们起来这个造反，最主要原因他们被裁员了，他们被明朝政府裁员了。明朝原来有这个驿站啊，就是到处送公文的这些驿站，就明朝政府最后把它裁掉了。哇，本来这些在做驿站的这些员工啊，就突然失业没饭吃了。这些人就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原来的这一群人，所以他起来就造反，就把大明王朝就给都给搞灭了。明朝不是被清朝灭亡的，明朝被自己的这个起来反抗的这些基层人民的革命所革掉的。那现在美国现在这个情况有一点点，我觉得越来越紧张了，因为这2天连续4位川普提名的内阁人员，还有一位已经提名他，后来因为这个性丑闻结果他后来辞下来了，就是司法部长这个 Gates， 他也收到炸弹威胁。然后另外这个经济部长、这个商务部长的提名人，然后呢这个环境部长的提名人，还有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提名人，都同时收到炸弹的这个威胁，家里面给他放炸弹，这个在美国近代的历史上很少见，很少见。
还没有上任就已经有人要对他们进行恐怖攻击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美国真的是啊，这些人啊，我真的很钦佩他们啊，等于说是怎么样，那个顶着钢盔往上冲啊，因为做官有权力。这么了不起，很风光吗？当教父。可是我真的替这些川普的阁员真的替他们捏一把冷汗。而且我觉得我最担心的，不是担心，也不是，我觉得我会最注意就是马斯克，因为美国明年的联邦预算也不过7兆美元左右啦，他要砍掉2兆，然后他还说要把一些不适任的人砍掉。这个公务员，今天我去告公务员，就是因为我职位稳定嘛。人家说铁饭碗你都给人家敲了，人家的那个不安全感跟那种失落感会更强。所以现在马斯克，我觉得他有一点得意忘形了，拿到政治权力，他不晓得政治权力是一个两面刃，稍不小心就砍到自己。那我当然我希望我这种预测不要成真啦，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够很安全啦。不过我是很担心啊。好，来请教杨老师。我们如果把过去200年来美国的平均进口的关税的比例来看在整个19世纪的时候，美国的对进口商品的关税都平均科到40%。这个国家在那个时候在发展它的经济，在拓张它的领土的时候，它用保护主义来去维持它的经济跟工业发展。等它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体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力量说我们要开放市场，要降低关税。但是那个时候政治的因素，伊斯兰结束之后，威尔逊总统出来，他是民主党，他要降关税，结果共和党把他给拦住，所以呢拒绝加入凡尔赛合约，没有加入到国际联盟，又回到了共和党执政之后，开始有一波关税大战。那个关税大战很有名的一个法案，就导致了1929年、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就各国的关税都提升了，大家就开始采取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4年之后，希特勒做了德国的总理。然后就发生2次大战，然后呢，你去看到2次大战结束之后，当罗斯福进来，他要开始又降关税，所以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平均关税大概就2%，维持这样一个定律。结果现在关税再往上涨，你知道大家平均算了，如果川普所威胁的都实现的话，将来美国的关税会平均到17.7%。我觉得这会整个改变全世界。因为一定会有一些国家报复，然后呢，相对的又回到了1930年代。我再往前面推一点，1860年当林肯当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关税又往上走，美国就内战发生。各位，政治跟经济绝对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只看到军事跟政治，但其实一切都是围绕的经济，一切围绕的都是钱在转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所以川普上来千万不要小看他。那现在这个加拿大、墨西哥本来以为说，我跟你是自由贸易协定，我应该是零关税的，应该可以免疫掉。但你忘记了，他是第1大、第2大，现在中国已经才是第3大。所以呢，果然川普就开刀了。我觉得接下来不只是他以邻为祸了，整个全世界都会面临到很大的动荡。希望我们还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好，来问将军。我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大家不要认为这关税增加这关税的钱是由谁来付，不是制造商中国东西我卖到你美国去，你增加关税，是你自己制造商你要付给你美国这种关税的钱，不是我中国要付的。所以说，变成说这个在美国的厂商来讲的话，他就必须要提高他的售价嘛，因为我还要缴税给国家，所以他从中国卖过去的东西，他必须要提高售价。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你可不可以不买这东西？也可以啊。你说我自己国内有生产的，比如说美国自己国内，如果说它有生产一些东西来讲的话，它就不要从中国进口嘛。问题是说美国有很多东西必须要从中国进口，它自己制造业已经没落了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光讲这个手机好了 ，iPhone 手机来讲，
库克为什么这么急？在今年来讲，现在已经是第3次到中国去了，而且讲出这么比较卑微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中国，我们有80%的零件的供应链是依靠中国，甚至于我们看到在富士康来讲，组装这些都是中国在组装，因为成本比较便宜嘛。当初美国就是因为自己制造，不管供应链或者是说它人工比较便宜，所以这些厂商才把它的企业移到国外去。不管那时候中国，或者是现在想要到越南去设厂，就是在这边设厂比较便宜。那你现在这些东西卖回你美国，你美国给人家课征关税，所以库克才会这么急啊。那我们看一下库克这次来讲的话，他面临的压力不止这个，包括到华为的 Mate 70的手机出来，然后跟他竞争。那跟他竞争来讲 ，Mate 70可不可以赢过他？我觉得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就是 iPhone 17将来会走什么样的设计，你就知道美国来讲到底有没有从这个小动作。这个 iPhone 17哦，他们听说做得很薄，会做得很薄，薄到什么程度？薄到 SIM 卡塞不进去所以他用 eSIM 卡，就是用扫描 QR code 的方式，然后 SIM 卡固定在里面。但是在大陆上面是不能有这种实体的，一定要用实体的 SIM 卡。好，我们马上来关注马龙来台湾了，来参访，受到非常非常热烈的欢迎。从昨天这个到机场出现的时候，就发现哇，大批的粉丝在机场这边等候他那他接着行程就到了中山女高，那同样也是受到超热烈的欢迎我们来看看。还是非常开心，也非常期待吧。这也是自己第一次，然后去到台湾。对，看到这个中山女高的学生们就喊着龙哥龙哥，然后尖叫声那其实大家都以为说只有马龙去参访，没有，其实站在那个队伍前面的是小马哥马英九但是画面都被切掉了。昔日马英九才有这样的场面在这个以前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去到学校受到热烈欢迎，现在变成了马龙这么受欢迎那甚至还有人在那边喊说马龙再来一球。看来这个奥运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马龙在这个场上的表演，甚至有长期在追踪他，也知道说他在这个乒乓球的领域里面的表现可圈可点，非常的厉害。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蔡正元委员，他有讲说，这个马龙去到了中山女高代表了民进党认知作战的失败因为其实你看马英九基金会请来的大陆学生都这么的优秀民进党以前的认知作战都告诉我们什么高铁没靠背啦，大家吃不起什么茶叶蛋啦，种种就发现这认知落差很大那请来的学生个个都这么优秀，然后甚至在国际的赛场上面表现这么的杰出哇，认知作战失去作用了。那网友就讲说，对整天就怕我们被统战，到底是对台湾人多没有信心那你看这个最没信心的人出来了，沈伯洋告诉你哇，这个中国的交流团就是统战。他说国台办跟马办同声一气这是让我们门户洞开他说呢，这是让共产党党员长驱直入，不是门户洞开吗？就这么怕吗？那萧旭岑讲说，台湾人难道这么没自信，那么怕被统战吗？去年也安排了大陆的这个陆生团来台他们到底统战了谁？也没有这就叫做交流。为什么沈伯洋看起来都是一种统战被害吗？被害妄想吗？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陆委会的副主委沈友忠，他昨天才讲说没有疑虑今天是不是也有一种压力？让他改口了，他就说这些来台的这些大陆的学生代表都是精心挑选的。那我觉得看这句话，我就觉得噗嗤一笑。那不精心挑选，难道我们这样随便组个团，现在大家全部在路上抓几个人就来台湾嘛？那不是你们也有话要说？当然是挑这种优秀的可以杰出交流的人来嘛，这有什么好还要拿来做文章的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路透社讲说接下来赖清德要出访友邦嘛，恐怕有这个时机点很敏感，在美选之后的敏感时机，现在他会过境夏威夷跟关岛嘛，那有可能这个中国大
大陆会再度发动军演，变成联合利剑 C 啊。那联合利剑 C 真的会有吗？那其实中国大陆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哦。但是这个路透社讲完，我们的国安官员立刻又回应了，他说没有，这个真正的目标是美国。那其实这个话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因为我们大白话节目长期以来都在讲，就是其实台湾就是真正这个大国角力当中，真正所有的地缘政治的问题都是在中美之间。那当然他对的是美国啊，难道是怎么样呢？所以那讲了一串就是我们只要已知的话，就不知道国安官员在做什么。那再来赖瑞隆讲说，这是不给中华民国空间，但是其实这叫做不给台独空间啦。那总统府讲说，这叫做公然挑衅。他说呢，中国作为印太区域中的一员假借台湾总统出访的时候为借口发动军演，将会是对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公然挑衅。那我们这边也纠正一下，没有台湾总统这个词就是中华民国总统，好吗？就总统府自己还讲这样的话，真的也是很奇怪。国防部怎么说呢？他说不要升高冲突啦，会以实力来捍卫和平。我们就看看是怎么样的实力咯。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美国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也要来开始认知作战了？金融时报讲说，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涉贪腐要遭到调查那他说这个已经开始有这个再度爆出贪腐丑闻，开始展开调查了。那金融时报讲说，董军涉贪其实是去年12月才上任的接二连三，魏凤和、李尚福，现在是董军呢。那你看到这个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回应了，他又说这叫做捕风捉影。其实之前在魏凤和或者是李尚福的时候，他都不是这样子直接回呛的方式这次他是直接就是等于说是一种否认的方式，就是捕风捉影。但是你看现在金融时报是不是已经变成这样子的一种媒体机构，就是他跟你真真假假的讲说，你看有谁，李尚福、魏凤和，然后董军也都接连爆出贪腐，还没有的事情，他用真真假假的方式，这难道不是一种认知战吗？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更让大家觉得真的假的，说南韩智库献策，就说接下来台海战争，南韩要参加南韩现在要主动向美国表态说，他们要参与到台湾的战略磋商。关南韩什么事情啊？所以真的是很奇怪啦，这个真的是很缴获的感觉。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现在大陆根据地面测试，他们现在要让战机所向无敌那他们有这个后燃气的效率提升到了100%。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在远程巡弋条件下呢，燃油效率相匹配，那最大的操作的负载之下，将发动机的震动调降了80%那风险也同样的在调降。还有中国大陆的新航空母舰是要出现了吗？这艘船的左舷包含了疑似起重机的装置那救援艇存放的空间，以及还有这个船尾的开放区域，难道是一个新的航母要出现吗？现在大家就在猜测它的定位以及用途，还有被拍到说，哇，这一个画面非常的壮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视角来感受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就也让这个马斯克震撼到的无人机，像又有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画面，它可以100%的精准归巢。一整排的无人机不但在空中可以排列的非常整齐，它连自己回归巢的位置都可以准的这样子停放回去所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的无人机技术非常厉害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先讲这个马龙我想他这个走到哪一定是一股旋风了，因为他是真正的世界的这个现在目前为止的乒乓球王，他的这个6度得到这个奥运的乒乓球的金牌然后一共得了31面。包括世锦赛还有这些乒乓球的这种各种主要的这种大满贯，对，他一共得了31面金牌，那真的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不要说他在台湾受到这种待遇，他走到哪都受到这种待遇。日韩的粉丝都超多，对，而且都是那种国家级的那种乒乓球员。对，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沈伯洋搞得清楚马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对不对？有一点他这样做有一点螳臂挡车啦。不过我觉得这种政治意识形态老是想要去污染这个我们的社会，而且想要去控制这些高中的女生。高中女生是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都是很纯洁的
不要什么都要用政治的眼光。你个人反中啊，你不要大家要跟你一起反中。对，说起来，我们都很欢迎马龙，我们在这里就是欢迎马龙这样子的杰出的这个中华儿女到我们台湾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优秀嘛。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可是呢，台湾就是少部分人啊，就是沈伯洋这样子的人，他在跟这个王八千啊抢角色啊，对不对？那你看王八千有什么好的下场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自己走到一个走不通的死胡同里面啊，还要呼吁大家啊跟他一起走死胡同，走到死胡同里，这是很愚蠢的事。而且我觉得也展现了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啊，就是有这么一群人，这个非理性，然后呢，这个逢中必反，然后都是玻璃心。看不惯大陆的这些好优秀的人才在台湾受到我们各界的欢迎啊，那我觉得他可能会将来会日子更难过，因为两岸始终要走上一个正途的一个和平一个正常的关系。我想不要说马龙啦、张倩啊，还有这样子的人物中国大陆多得很啊。觉得这个沈伯洋真的你也太低估台湾社会了，以为都跟你一样是这样子封闭。这样子井底之蛙，我想，因为这些中山女高的朋友，他们都知道马龙对不对？都知道马龙的这个丰功伟，这个在这个球场上这个叱咤风云的这个英雄气概嘛。对，这个现在开放社会是没有办法这样子你不能用愚民政策。那沈伯洋就是台湾的一只孤鸟，我觉得在民进党很多里面的人也不会认同他这种极端的台独思想事实上这个只会让台湾社会怎么讲呢？越封闭，越没有见识，越不理性。因为沈伯洋自己没有那么受欢迎。来问一下杨老师，你倒讲了真话，沈伯洋一点都不太受欢迎。没有人为他尖叫。对，那其实马龙是乒乓球界的传奇人物，我们在台湾叫桌球了，但乒乓球也常用。其实你现在看这个情况我觉得3点了。第一点，这个教育部次长叶秉成现在有一点罗生门他到底有没有讲心智未成熟？那今天我们看到教育部长还出来呛那个赖士葆，讲话要负责任赖士葆说：“我有听到官员说呀。”然后你看到他们在立法院里面，这个教育部长就拉着赖士葆去那边旁边讲悄悄话。那我们就看叶秉成他自己怎么说。他说他没有讲心智年龄未成熟，但他说高中生尚未成年，还有监护人，不像大学生有行为自由，所以高中生未成年有监护人，没有行为自由。这话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我要问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个40个人来的学生老师的团，要到陆委会到教育部去开这样子的会协调？然后呢，你看到马英九基金会跑到各个学校，台湾的学校去做协调的时候，大家会担心害怕被政府打压，被民间像沈伯洋这样子的人来去这个指责。所以呢，萧旭晨，我其实问他就说，我们其实都是很低调，不要去影响，不要去有任何的互动，就办类似的那种公开的活动。那去文化大学我去问文化大学的这些就是同仁，那什么时候要来文化大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不校内都不知道。我去问萧旭晨，他告诉我11号下午，11月29号下午，他也没有讲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低调到这种程度，你必须要当天你看新闻你才知道，有必要搞得这个样子吗？两岸的交流，这40个人来搞统战，你台湾还怕统战？那40个人来破坏台湾的机密，是不是像沈伯洋那样子讲，还是像那些放话的民进党的官员？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如果今天是反对党的立委，我会提案，要开放两岸观光，要开放大陆学生来台交换或学位。其实过去
也不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吗？对。那现在你知道，因为川普上来了要课关税啊，然后呢要台湾的这些半导体以及制造业都到美国去啊，我们的经济部长也这么讲啊，所以台湾的传统产业越来越困境。你现在为什么不学日本对大陆的开放？是不是两岸的观光，这个团的观光被取消了，学生也没了，学校现在都要关门了，让他们来统战嘛，是不是？你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什么害怕的呢？沈伯洋要让我们的台湾年轻人活在楚门的世界，不可思议。好，来请教将军。我觉得这次路透社报道出来说是联合利剑2024C要展开演习，这可能性倒是蛮高的，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注意。因为这时候放出来消息，我们看到他是说台湾有4个官员在国安高层讲的话，然后连时间都给你讲出来了。12月6号，赖清德这个返台后不久发动军演，所以很明显这个消息已经出来，连时间、地点，然后放话的，当然名字没有讲嘛，可是他已经连4个官员这种都已经讲得这么清楚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性是很高。那第一个，我们来分析为什么要放这种话。第一个就是打预防针嘛，就代表说是我们的这种情治单位或国安高层已经收到这方面的这种情资资讯，有这么一个演习，让老百姓心里头先有个预防针，有个心理准备，不要到时候又觉得好像很惊吓，然后像那天2024B一样，对不对？凌晨5点钟发布讯息来讲的话，然后突然中演习，那时候对台湾人民确实是造成很大的一个惊吓哈。那我觉得赖清德到底是不是针对赖清德，还是针对美国？其实讲，我宁可是针对赖清德哈。为什么？如果说是这次军演是针对美国，如果我们国安高层讲针对美国，那如果说美国也针对中国，也拿台湾来做演习的话，那我们台湾算什么角色啊？你们两个美中两国在那边大战，每次拿我们台湾来当这个棋子，然后在我们台湾当演练，对不对？然后这个我们何其无辜啊！你们两大国在那边吵架打架，然后我们台湾老百姓每天在那边接受军演的威胁。那下次如果说美国也拿台湾来当做一个军演的对象，然后要针对中国大陆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时候不能当鸵鸟心态，要面对。那到底是不是针对赖清德？我讲说应该很明白，因为上次习拜会的时候，习近平在这个大陆的新闻里面，他新闻发布稿就针对习近平说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是台独分子，那时候我们台湾很紧张，立刻跳出来否认说没有，我们去查证了，这个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没讲这种话。其实重点不是有没有讲这种话，习近平，我想说以这个大陆来讲，他们的中央社大概不至于会去造习近平的谣了哈。那讲这种话以后，我们台湾为什么要那么紧张，那么急着否认？那从这件事情就看得出来。那现在来讲，那时候会放出这种话。当然，我们从这个赖清德就当选总统以后，从就职到现在520的演讲，他提出来的新两国论，然后到双十节的时候他的祖国论，那虽然说之后他口气有稍微比较软一点，但是从习近平在这个公然跟拜登见面的时候讲说指名道姓讲赖清德是台独分子，讲民进党当局是台独分子，可见得习近平对赖清德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那这次来讲的话，演习我觉得是一定会实施，因为他已经对你不抱任何希望，你除非说是有再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这以赖清德的个性来讲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演习对大陆来讲的话，只是说这个演习的时间长短、什么时间、它的规模到什么程度哈，这个可能说这个主动权掌握在对方了，我们没办法先去预测，但是就这个料敌从宽立场，我觉得国安当局还是要做好这相关的应变措施跟准备工作。